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研报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野村证券这篇关于中国 AI 爆发、房地产下行和 K 型分化的报告。这个报告不单纯唱多 AI， 也不单纯看空地产。它的核心结论是 AI 的繁荣是真的，但它救不了地产留下来的那个大坑。更麻烦的是 AI 越繁荣，中国经济内部的 K 型分化可能反而越明显。我们潜意识里总以为新经济起来就经济自然过去，但现实没这么顺利。旧经济如果只是增速下降，那新经济可以接棒，但旧经济如果留下的是资产负债表问题、坏账问题、地方财政问题，那就不是接棒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做清理。所以 AI 是支撑项，不是治愈项。AI 是新增量，地产是旧核心。这期视频我将带大家解读4个具有反差感的问题。第一，中国 AI 已经这么强了，为什么野村还是说它救不了地产？第二， AI 相关出口都涨到 63.2% 了，为什么这不一定代表中国外需全面回来了？第三，为什么 AI 越发展前人才、税基和房价，反而可能越往少数城市集中？第四，科技股热起来了，为什么普通人的工资、消费和房子可能还是冷的？问完这4个问题，我们再回到报告的核心框架：一个新增长极正在起来，一个旧增长极还在它，然后2条 K 型曲线同时变陡。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， AI 到底有多强？报告把全球 AI 竞争定义成一个词，叫中美双寡头。因为全球真正能系统性参与 AI 竞争的经济体，目前主要就是美国和中国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，中美领先模型之间的差距，从2023年中的 17.5 到 31.6 个百分点，压到2024年底的 0.3 到 3.7 个百分点，到2026年3月 Cloudopus 4.6 的评分是1503。字节的 DOLAC-2.0 Preview 是1464，差距只有39分，大概 2.7%。这个差距已经不是追赶者还在很远的地方，而是前沿队列里的第2名。这件事对宏观理解很关键。如果中国是全球第2个完整 AI 系统，它就会带来投资、出口、城市集聚、资本市场估值，还有产业政策的连锁反应，这已经变成宏观变量了。那么中国 AI 强在哪里？报告列了5个优势：算法效率、开源战略、人才、基础实体、AI 部署，还有能源基础设施。这里面我觉得最值得讲的，不是大家最熟悉的大模型，而是2个相对容易被忽略的东西：实体 AI 部署和能源基础设施。实体 AI 部署说白了就是 AI 和现实世界的结合。中国2024年安装工业机器人 29.5 万台，占全球 54%， 在役存量超过200万台。全球每2台新装工业机器人里面，大概就有1台在中国工厂里。另外一个词叫能源基础设施，也就是电力差距。AI 经济学正在从训练转向推理，推理的成本里电力越来越重要。中国2024年新增风光装机 3.56 亿千瓦，是欧盟的 4.5 倍以上，接近美国存量风光装机规模。谁的粮草便宜、稳定、规模大，谁就更有中期优势。但不能讲过头，美国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仍然是中国 AI 上限最大的外部约束，它对训练前沿影响最大，对推理和应用层的阻断没有那么彻底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自然得出结论，既然中国 AI 这么强，是不是它就能接棒房地产？野村最反共识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不能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 AI 能提供支撑，但不是治愈项。报告对中国 AI 资本开支做了测算，2026年狭义 AI 资本开支大概5000亿元，广义 AI 资本开支大概 1.2 万亿元，占 GDP 约 0.8%， 对 GDP 增长贡献大概 0.3 个百分点。为什么说不够？因为比较对象太大了。
房地产投资高峰期曾经占 GDP 14.5%，传统基建大概占 GDP 14%，新三样高峰也有大概 2%。AI 的增速很快，但体量还没有到能替代地产的程度。它像一台很先进的新发动机，但现在还装在一辆很大的旧车上。出口这边也一样，报告构建了一个中国 AI 相关出口指数。2026年 Q1 同比暴增 63.2%， 4月进一步升到 79.1%， 贡献了 Q1 出口增长的 36%。但野村很细地拆了一层，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价格效应。比如2026年4月 IC 出口额同比增长 99.6%， 但出口量只增长 3.7%。 换句话说，其中 92.6个百分点来自价格。这就像一个店铺营业额翻倍了，但卖出去的东西没多多少，主要是单价涨了。对名义出口很好看，但对真实 GDP 真实外需和贸易条件就没那么简单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仍然是 IC 净进口国。报告说2026年 Q1 IC 季度贸易逆差仍然有555亿美元，而且2025年连续4个季度收窄之后，2026年 Q1 反而同比扩大81亿美元。2025年 Q1 中国 IC 进口额为883亿美元，是出口额409亿美元的 2.2 倍。所以 AI 芯片周期和当年的新三样不完全一样，新三样更像是改善中国贸易条件， AI 芯片周期则可能一边拉高出口，一边也拉高进口。所以这里我的判断是， AI 景气是真景气，但不能线性外推成全局在通胀。它可以带来科技资产重估，可以带来部分产业链出口，可以带来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这些城市的机会，但它不自动等于居民收入改善，也不自动等于地方财政修复，更不自动等于全国地产见底。这就要进入第二个问题，地产到底它到什么程度？野村的报告用词其实很重，它不是说房地产疲弱，而是说中国即将进入地产下行第6年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收缩。地产高峰期曾经对应 GDP 约 25%， 财政收入约 38%， 家庭财富约 60%。 百强房企销售额从2021到2025年累计下滑 72.7%， 销售面积累计下滑 80.6%。 2026年前4个月新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14.6%， 房价较2021年中高点平均跌了大概 40%。这组数字不能只当成地产行业数据看，它背后是4条链：财富链、财政链、就业链、信用链。房价跌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伤；土地收入掉，地方财政受伤；开工和投资缩，建筑就业受伤；开发商债务拖欠上下游，信用链受伤。报告提到一个很吓人的数字，开发商2024年总债务83万亿元。其中拖欠上下游企业约25万亿元，它对应的是施工方、材料商、地方平台、银行、购房者预期，一层一层压下去。AI 产业投资再强，也很难自动把这些旧债清掉。所以，如果就经济留下的是资产负债表问题、坏账问题，那就不是接棒，而是要做清理。日本2002到2004年集中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，报告也专门拿来做类比。这里有一个小转折，报告并没有说所有房地产都没机会，他承认像上海这样的部分一线城市，二手房成交量已经创5年新高，价格也有企稳迹象。但他的结论不是全国楼市见底，而是房地产修复会高度区域化。下一轮地产如果有机会，也更像少数城市的机会，而不是全国所有城市的普涨。这就自然进入这篇报告最核心的概念，2条 K 型曲线。第一条是人口和收入 K 型分化， AI 提高效率，但短期内先强化收入分配不均，而不是带来消费扩散。报告给了几个数字，
人工智能专家、算法工程师月薪超过3万元，较传统软件开发岗位溢价80%。2025年 AI 相关岗位招聘同比增长74%，高于2024年的37%。这是 K 型上壁，但下壁也很清楚。地产下行已经导致1400万农民工失去建筑工作。2026年4月，青年失业率16.3%，显著高于5.2%的城镇失业率。2026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。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传导链 ：AI 替代入门级白领岗位，地产拖累建筑就业，然后这些人被挤向灵活就业和平台经济。平台经济如果继续吸纳，能缓冲一部分，但如果供给太多，最后就是时薪下降。时薪下降的人群恰恰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人群，所以报告很有洞察。K 型上壁赚得更多不等于总消费变强，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，真正决定广谱消费的是中低收入群体，而他们可能正在承压。这对理解中国未来的消费通缩非常重要。第二条 K 型是城市和地理 K 型分化。AI 不是一个天然分散财富的产业，它天然会把算力、数据、人才、模型公司、芯片设计云平台集中到少数城市。北京有2500多家 AI 企业，183个注册大模型。上海有中芯国际等先进制造和封装枢纽。杭州有 DeepSeek、阿里云和 Moss 经济。深圳有华为海思机器人无人机和巨深 AI。合肥、武汉、苏州这些城市也会受益，但更多是产业链节点。再往下，很多传统城市可能只是 Moss 时代的客户。这里最有意思的是 Moss 经济，报告把它解释成一种新型区域租金机制。3、4线城市企业也可以用 AI 提升效率，但他们要给北京、杭州、深圳这些模型和云平台付费。本地企业效率提高了一点，但利润的一部分以订阅费 API 费云服务费的形式流回中心城市。地产时代，很多中低线城市可以通过土地财政、开发投资、基建扩张吃到一轮很宽的红利。AI 时代更像少数城市当数字房东，多数城市交数字租金。这个比喻不一定严谨，但很形象，它解释了为什么 AI 越发展，城市分化可能越明显。更麻烦的是，两条 K 型曲线会互相强化。城市 K 型让人才和资本向头部城市集中，传统城市工资和就业承压；人口 K 型又让高学历青年继续向头部城市迁移，小城市人才流失和老龄化加深，最后形成闭环：强城市更强，弱城市更弱，高技能更强，普通劳动者更弱。在宏观层面，这会带来3个结果：总消费走弱，服务业通缩固化，地产恢复区域化。报告还讲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放大器——养老金。政府退休人员约2300万人均月养老金6243元，替代率约85%。企业退休人员 1.25 亿，人均3342元，替代率约45%。城乡居民和农村老人 1.8 亿，人均只有223元，替代率约10%。这件事和 AI 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很多人被挤入灵活就业、平台经济，当前收入不稳定，未来退休保障也更弱，那他们更可能提高预防性储蓄，压低当前消费。也就是说 ，AI 对消费的压力，不只来自今天的工资，也来自明天的不安全感。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结论 ：AI 很有用，中国在 AI 上有真实的结构优势，但 AI 的收益高度集中，而地产的伤害非常广泛。一个集中的繁荣很难自动修复一个广泛的衰退，那对投资有什么启示？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用总量复苏交易去理解这篇报告，而要用结构分化交易。更占优的方向可能是 AI 基础设施链，比如计算光模块、PCB 电力设备数据中心。
还有头部城市资产，以及实体 AI 部署、工业自动化这些更贴近中国制造优势的方向。但是需要警惕3种误判。第一，不要把名义出口强当成真实外需全面走强，因为芯片价格效应占比很高。第二，不要把上海、深圳这类头部城市房市企稳当成全国地产见底。第三，不要把科技股和 AI 景气当成宏观在通胀已经开始，内需工资、财政和债务链问题都还在。如果后面要跟踪这篇报告，我会重点看5个指标。AI 资本开支兑现程度，尤其是 1.2 万亿元广义资本开支能不能落地， IC 价格和进口增速，一线和低线城市房价成交的分化，青年失业率和灵活就业规模，最后是地产坏账和地方财政重构有没有真正推进。所以中国经济接下来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不好的故事，而是一个越来越分层的故事，强科技弱内需，强头部弱尾部，强局部资产弱广谱需求。 AI 是繁荣的，但繁荣是集中的；地产是衰退的，但衰退是广泛的。理解了这句话，再看2026年的中国资产，就会清醒很多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，你更认同 AI 能带来总量修复，还是更认同 AI 只会加剧结构分化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